新年伊始，中南海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审判日。中纪委5次全会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登场。习近平承认反腐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落马数字再创新高，反腐压力一路下沉到地势一把手。2025年落马大老虎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习家军亲信集体崩塌，引发权斗失控的质疑。更劲爆的是，北京传出元老温家宝突然亮剑，在政治局会议发动集体发难，连习近平都被迫低头。从地市级官员的集体躺平，到宣传口径中2442效忠语的消失，种种迹象显示，中共权力的天平正剧烈晃动。这究竟是反腐的终局，还是大变局的序幕？如果您想及时了解中国和全球大事，从瞬息万变的新闻资讯中看透事件的本质，一定要订阅大时局。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9点，大时局为您全天更新。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1月12号，中共召开20届中纪委5次全会，中纪委书记李希主持会议，中共党魁习近平发表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全都出席，全国用电视电话的形式连线，各省区市和军队都设了分会场。这是中共每年例行的高层反腐大会。习近平在开幕讲话中再次抛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他要求制度要有效管用，更要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特别点名各级一把手要带头执行。这些话听起来很熟悉吧？说真的，这句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从18大喊到现在，已经成了反腐会议的固定节目、标配口号了。但实际效果怎么样呢？习近平自己也承认没起什么作用。他在讲话中说，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就是，即便在高压反腐进行了10几年后，中共体制内的腐败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让高层感到了输不起的威胁。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权力真的被关进了笼子，为什么老虎却越抓越多？我们先来看官方自己公布的所谓的反腐成果。1月6号，中纪委通报，2025年全年被查的中管干部，也就是大老虎级别的省部级以上高官，达到了65人，创下历史新高，比2024年的58人还多出7个，比2023年的45人多出了足足20人，接近50%。包括前湖北省委书记的蒋超良、前山西省省长金湘军、前广西主席的蓝天利、前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刘慧，以及前中共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这些都是舆论场上耳熟能详的重量级人物。换句话说，在反腐高压已经持续10多年之后，被查的高级官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1年比1年多。对于这组数字，独立时评人邓玉文给出了一个非常扎眼的评价：当局所谓的反腐彻彻底底失败了。他在 X 上贴文说，衡量反腐成功的指标很简单，就是看落马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是否逐年减少，减少就是成功，增多就是失败，而不看官场是否管得更严，吃喝风是否有收敛。官场生态更严，并不表示腐败就一定会减少，只是腐败的形式转移，因为权力并没有得到约束，外部的监督依然缺席，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只会使腐败的形式更隐蔽而已。虽然当局确实在努力反腐，但落马官员1年比1年多，恰恰说明这个体制一边在反腐，一边在制造腐败。所以就导致人类史上的一种奇观：腐败生生息息，反腐永不停止。当然，对当局来说，或许这正是他要达到的结果。更尴尬的是，更让习近平威信受重创的是，这些落马官员早已不是18大前遗留下来的历史存量、前朝余孽，
更多的是在近10年甚至20大前后被提拔到关键岗位上却仍不收手的习家军。特别是在军队系统，习近平亲自晋升了79名上将，但现在的公开信息显示，其中将近一半的人员已经落马被查，尤其是像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军中大秘钟绍军，连跳2级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这些习近平的嫡系，亲信中的亲信，他们的落马真是把习近平的脸都打肿了。旅澳法学家袁宏兵教授就说，习家军的集体崩塌对习近平权威的打击，甚至超过了当年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冲击。说白了，这种越反越腐的怪圈，正让中南海的权力根基发生微妙的动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今年的全会现场，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决战前夕的肃杀气氛。这股越反越腐的焦虑，现在不只停留在中南海的高层会议室里，它正像一场寒流，迅速向地方层级下沉。地市级的一把手、市长、公安局长这些掌握实权的人，成了这一轮反腐的新重点。官场内部已经是人人自危。有中共体制内人士向大纪元披露，元旦过后，新一轮反腐调查明显往下摸，不是只盯省部级老虎了，而是直接对准了地市级的一把手，特别是市长和公安局长这些实权人物已经被列进重点。这段时间不少地方都在补材料、对账目，有些人被反复要求说明资产来源，不是立刻抓人，而是先把情况摸清楚，看谁经不起查。官方的通报也印证了这种肃杀气氛。2025年11月底到12月初，中纪委连续公布几起地方案子，比如四川省成都省委副书记、市长王凤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云南省大理州副州长兼州公安局局长雷楚英也被调查。这些案子就像是发令枪，告诉全体地方官员，查账的时候到了。有北京检察系统的人私下透露，今年的反腐任务已经布置下来，中纪委盯着的不只是已经出事的人，而是要把所有重要位置上的人，市、区、县主要负责人，包括家属经商、房产、投资关系以及工程项目利益往来，全部重新翻一遍底牌。这种翻旧账式的查法，让基层官场出现了一种极其罕见的静默状态。在郑州，有退休官员观察到，最近1个月区政府的官员们都变得低调了，大家都在观察风向，公开活动能不去就不去，需要签字拍板的事情能拖就拖。很多人心里都有预感，觉得反贪要往下走了，所以尽量少露面，甚至有人在反复核对自家的账目，补齐各种材料，生怕哪天就成了下一个阶下囚。这就是目前中共官场的真实写照，上面喊着自我革命，下面却是集体躺平。当一个体系的官员都因为恐惧而不敢做事，人人自危时，这个体制的运转其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就在这种基层官员战战兢兢、高层数据漏洞百出的时候，北京政圈又传出了一个更具冲击力的消息。据说，一位已经退休、多年来以稳健著称的元老，竟然在政治局会议上突然亮剑，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最高层。中共官场上的打打杀杀让人费神。现在我们放松一下，进入工商时间。在当下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很多人因为压力大、饮食不规律而出现血糖问题。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东西——加拿大 Genex 西洋参黑高滋。特别是血糖偏高的朋友更要试试，它能有效地稳定血糖，提升精力，增强免疫力。我有一位才40多岁的朋友，去年就总觉得口渴，也没有力气，半夜还经常醒，一检查是血糖偏高，医生说再不控制就得吃药了。我这位朋友当时挺紧张，后来我推荐他吃 Genex 黑高滋，就3个星期，血糖就降下来了，睡觉也香了，精力也充沛了。现在他的父母也在吃，感觉都很好。黑高滋是由加拿大政府监管生产，并且通过了加拿大 FDA 和卫生部双重认证。临床实验证明，它对稳定血糖、提升精力、增强免疫力都有明显的效果。
里面不含糖分和西药，温和不伤肝肾。想试试的朋友，描述栏有购买链接，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大食局，就可以享受85折。前面我们看到了中共体制的失灵和官场的恐慌，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南海最核心的博弈现场。就在基层官员战战兢兢，高层数据漏洞百出的时候，北京圈又传出一个更具冲击力的消息。据海外媒体官 View 以及多个独立信息来源爆料，在2025年12月底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一个极其罕见的身份，中央政策决策议事机构负责人突然介入，当众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最高层，让这场反腐大戏直接演变成了生死攸关的权力对决。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表示，这个机构是元老和现任高层妥协产生的特殊监察机制，专门在极端的情况下纠正最高权力的偏航。报道指出，温家宝在会前约谈了所有政治局委员，并立下了5条铁律，其中最致命的一条是强制性的相互点名批评，而且所有发言必须准备书面讲稿，立此存照，不得修改。这直接打破了过去10几年定于一尊下的沉默，让民主生活会变成了历史审判庭。消息说，在那场会上，习近平遭到了政治局委员们罕见的集体发难，甚至被迫进行了自我批评。反习势力的火炮集中在3个方向：家天下与商业帝国，指控其亲属利用特权构建商业利益网络，破坏党内生态，批评其大搞小圈子与个人独裁；军队私家化，军方代表罕见发声，批评在军中清洗异己，将党的军队变成了习家军。爆料中最具杀伤力的部分是反习势力祭出的2张牌。第一张是继承权危机，被视为习家第3代核心培养对象的齐明正，自2023年起突然从官场消失，这被解读为习近平的接班布局被打断，对手不再顾及他的颜面。第2章则是国难财黑幕，传闻指向齐明正的妻子正大集团第4代谢其润，说他背后的科兴中维在3年疫情期间，通过医保支付的几千亿疫苗资金中获取暴利，并流向了特定关联账户，这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成了打击最高层的一枚核弹。在这场博弈中，中纪委书记李希的角色变得极其微妙。有消息指出，李希早已在会上倒戈，甚至就家风问题进行了自我检讨，并把矛头指向了夫人圈。而军方实权人物张又侠则被指在会上直接指责习近平在军中培植嫡系，包括苗华和卫东等腐败集团。结果，会议第2天据说发生戏剧性的逆转，高层出现集体发难，指控家天下、军队私家化、国难财等敏感议题。这些爆料多来自不同的渠道，互相呼应，但都没有官方证实，也缺乏独立验证。中共黑箱作业本来就让外界难以求证。这些传闻让1月12号开幕的中纪委全会不再仅仅是一次例行反腐会，而更像是一个审判日的延续。无论这些细节最终能否被逐一证实，他们都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南海的权力天平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剧烈晃动。这种现象和我们前面说的去年落马的大老虎的数字、基层恐慌、人人自危的现象放在一起看，就形成了一种连锁反应。反腐喊得越响，信任崩得越快，猜忌和传闻就越多。当大家开始预期大变局时，哪怕只是风声，也会放大成风暴。在观察中共政坛时，有时候没说出口的话，比大声疾呼的口号更重要。就在中纪委5次全会召开前2天，1月10号是所谓的中共警察节。如果我们对比过去3年的官方报道，会发现一个非常神秘的信号：那些曾经被视为政治忠诚金标准的2442效忠语，也就是4个意识、4个自信、2个确立、2个维护，在今年的警察节宣传中大幅度消失了。在2023年和2024年的报道中，官媒动辄7次、5次地提到习近平的名字，
强调警察要紧紧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到了2026年，报道中虽然也提到了习近平的关心，但那个紧跟在名字后的党中央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说明什么呢？这反映出中南海的政治权威正在发生降调。当党中央的地位开始隐约高于个人，当集体领导的词汇重新浮出水面，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中纪委大会上的肃杀气氛、地市级官员的集体躺平，以及温家宝亮剑的传闻，完美地拼成了一幅完整的拼图。正如时评人梅凌霜所分析，这种宣传口径的漂移，很可能是为了避免再度露出权力失衡的马脚。中纪委5次全会的召开，本应是展示权威的时刻，现在却更像是一场权力的保卫战。在中共的历史上，当反腐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危机管理，当全体官员都开始预期大变局时，体制的脆性就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这场发生在2026年初的政治海啸，或许只是更大风暴的前奏。中南海的这道红墙，究竟还能锁住多少秘密，又能挡住多少愤怒和猜忌呢？我们将持续为您观察。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